大家好，我是杨堂主。今天我们来讲讲历史上一段特别尴尬到让人想抠脚，但也特别具有教科书意义的混乱历史第5次十字军东征。说到十字军东征，大家脑子里可能是一幅宏大的中世纪战争画卷，圣骑士、耶路撒冷、上帝的旨意、血流成河。但如果你稍微深入了解一下，你会发现这些上帝的战士很多时候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神圣。比如第4次东征，他们没去圣地，反而把信上帝的君士坦丁堡给洗劫了，那场面啧。那件事发生后，教皇那是相当的头大，欧洲老百姓也是相当的失望。圣地的控制权还在阿尤布王朝萨拉丁建立的那个手里，耶路撒冷依然遥不可及。但教皇是什么人，那是不会轻易认输的。1213年，强人教皇英诺森3世决定，我们必须重振旗鼓，我们要组织一次真正的、完美的、不会跑偏的十字军，我们要去收复耶路撒冷。于是第5次十字军东征就这样诞生了。教皇那真的是卯足了劲，不仅在教会上大讲特讲，还开发出了全套的战争营销方案。不仅有赎罪券，花了钱就能上天堂，还发明了赎罪金制，只要你宣誓参加，但最后没去成，给钱就行。这在当时简直是财政黑科技。这次东征的计划听起来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决定不再直接去死磕 Jerusalem， 因为很难攻，而是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他们的目标是埃及，只要拿下了阿尤布王朝的核心埃及、耶路撒冷，不就成了囊中之物吗？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但是朋友们，理想很丰满，现实往往不仅骨感，还很扎手。这次东征最后变成了一个关于坏领导、大自我、神棍官僚主义，还有一场意想不到的 cameo 客串的悲剧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群人是怎么带着最宏大的梦想，一步步走向最荒谬的失败。我们要探讨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他们拒绝了近在咫尺的耶路撒冷，非要死磕埃及，最后甚至连裤子都输光了？好了，话不多说，系好你的中世纪安全带，我们马上出发，目标埃及达米埃塔。为了这次东征，教皇在1215年的第4次拉特兰宫会议上可以说是操碎了心。为了避免第4次东征那种跑偏的尴尬，他下了很多死命令，甚至要对所有教会财产征税来筹集战争资金。但教皇再厉害，他也没办法凭空变出军队。那时候欧洲的局势很微妙，法王在跟英王打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未来的腓特烈2世虽然发了誓要去，但他家里也有一堆烂摊子。所以这次的主力并不是什么顶级的国王，而是很多次1级的领主爵士，以及来自匈牙利、德国、法兰西低地国家的混合军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支怎么样的混合队伍？不仅语言不通，还得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作战。到了1218年，军队终于在阿卡集结，目标明确，攻打埃及的达米埃塔。这就是他们的战略，拿下达米埃塔，把这儿当基地，然后沿着尼罗河逆流而上，直取开罗。这就像是打篮球，他们不想直接在篮下强攻耶路撒冷，而是想先通过在外线控制球达米埃塔，让对方防守崩溃，阿尤布王朝财政崩溃。
最后轻松上篮。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战略感极强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忽略了一个最核心的因素：谁来当主教练？这就是第5次十字军走向深渊的第一个原因。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有威信的领导者。教皇想掌控一切，但他在遥远的罗马，前线有耶路撒冷的挂名国王约翰·德布里安 （John of Brian）， 他有实战经验，但他没钱，也没法指挥所有队伍。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贝拉吉乌斯 （Pelagius）， 教皇派来的全权代表，红衣主教。从他踏上埃及土地的那一刻起，他就不仅是来传达教皇旨意的，他是来接管比赛的。贝拉吉乌斯是一个典型的神棍官僚，他完全不懂军事，不懂地理，不懂战术，但他对自己的神圣威权和教皇的绝对正确有着盲目的自信。在他看来，只要我们信念坚定，上帝就会变出奇迹。如果不幸失败，那就是你们信念不坚定，或者约翰那个俗人在搞鬼。他的到来直接把十字军内部变成了一个约翰党和贝拉吉乌斯党的斗争。达米埃塔是一个坚固的城市，它不仅有高高的城墙，还用一条巨大的铁链把尼罗河堵得死死的，防止敌船进入。十字军到了这儿，只能先死磕那个控制铁链的关键碉堡。这场围城战打得非常艰苦，士兵们在埃及的烈日下生不如死，坏血病、痢疾等疾病像死神一样在营地里横行。图片 Image 9PNG 就展示了当时达米埃塔碉堡被围困的情景。就在这种时候，贝拉吉乌斯在干什么？他在营地里疯狂地组织宗教仪式，把约翰的军事行动说成是俗人的软弱，甚至试图用教皇的威权来强行组织军队攻城。他不停地对约翰说，如果我们信念足够坚定，城墙会自动倒塌。而阿尤布王朝那边的苏丹阿迪尔一世 Al Adil 萨拉丁的兄弟在1218年围城战期间去世了，他的儿子卡米尔 Al Kamil 继位。卡米尔是一个非常明智，甚至可以说是温和的君主，看到这群疯子死磕他的城市，他也很头大。他知道如果不解决他们，埃及就要完蛋。1219年，达米埃塔坚守了1年多，里面的人都饿死的差不多了。卡米尔终于决定必须把他们打败，但在那之前，他想试一试谈判。毕竟他们要的不就是耶路撒冷吗？就在达米埃塔围城期间，发生了一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几乎像是魔幻开缪客串的事件。一个叫阿西西的弗朗西斯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的修士，也就是未来的天主教著名圣人，来到了前线。他可不是来打仗的，他不仅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还带有一个宏大的梦想。他想感化苏丹，他觉得如果苏丹改信了基督教，那所有战争不都结束了吗？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是多么的魔幻。弗朗西斯和他的一个同伴穿着破旧的修士服，大摇大摆地跨越停火线，走进了阿尤布王朝的营地。他们很快就被抓了，毕竟看着就像2个没钱甚至没头发的间谍。士兵把他们带到了苏丹卡米尔面前。弗朗西斯一开口就是我是来传达上帝的旨意的。出人意料的是，卡米尔并没有把他砍头。作为一个非常有素养，甚至对宗教比较宽容的君主，他对这个疯子产生了好奇心。他让弗朗西斯讲他的教义，讲天理，他们甚至进行了一些深入的交流。弗朗西斯没成功 convert 苏丹，
但卡米尔也对这个纯粹甚至有些傻的圣人表示了敬意。据传说，卡米尔对他的士兵说，如果这个教派的所有人都有他的一半坚定，他们早就拿下世界了。弗朗西斯虽然没感化苏丹，但他向苏丹展示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基准：卡米尔是一个愿意沟通的 practical 的君主。他知道这群十字军也是为了一个目的——耶路撒冷而来的。于是弗朗西斯走后不久，1219年晚些时候，达米埃塔快坚持不住的时候，苏丹卡米尔提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停火方案。卡米尔说，只要你们交还达米埃塔和几个无关紧要的城堡，我就把耶路撒冷还给你们。朋友们，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十字军近100年来无数人流血牺牲、倾家荡产都想达到的终极目标。只要点个头，他们就能在不战而胜的情况下拿到圣地。约翰国王听到这个方案，那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恨不得马上就签。大多数有经验的欧洲骑士也觉得这是最好的结果，但我们的主教练红衣主教贝拉吉乌斯站了出来。他说，不，我们绝不接受俗人的谈判，这是上帝的旨意，让阿尤布王朝崩溃。我们要的是彻底拿下埃及，彻底毁灭这个魔鬼的王朝，让整个中东都属于基督教。他还宣称，教皇的信里说了，他们已经在欧洲重新组织了庞大的军队，他指望腓特烈二世的许诺，他们很快就会有无穷无尽的援军。所以我们没理由接受阿尤布王朝濒死前的陷阱。在他看来，卡米尔的诚意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魔鬼的陷阱，目的是不让他们拿到更宏大的胜利。贝拉吉乌斯说，我们要的是全部，绝不只是一个被俗人控制过的耶路撒冷。就这样，贝拉吉乌斯用他的神圣威权和官僚式的宏大信仰，强行通过了拒绝苏丹卡米尔和平提议的决定。达米埃塔在1219年晚些时候终于失陷，但这只是一片死城。阿尤布军队早就撤了，十字军除了拿到一个废墟和无数疾病，什么也没得到。而他们拒绝的是近在咫尺的耶路撒冷。这一刻，第5次十字军不仅迷失了目标，也迷失了基本的逻辑。既然拒绝了耶路撒冷，那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就很明确了，沿着尼罗河进攻开罗。贝拉吉乌斯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营销人员，他不停地给士兵们画大饼。我们已经拿下达米埃塔了，下一个就是开罗，拿下开罗，我们就拿下了整个东方。在这种情绪的鼓动下，大多数十字军虽然疲惫不堪，但还是跟了。1221年8月，他们开始了这次著名的也是毁灭性的开罗之战。这可以说是第5次十字军最不可理喻的战术 blunder 失误。他们进军的时间是8月，一个埃及的烈日和尼罗河洪水季完美重合的时间。阿尤布军队没有跟他们正面决战，毕竟阿尤布军队是当地人，他们不仅熟悉地形，还熟悉水。苏丹卡米尔就默默地等着，他等着这群全副武装、重甲加身的欧洲人在埃及的沼泽地里慢慢挪动。阿尤布军队不仅把他们堵在尼罗河和一条关键支流巴阿迪欧之间，更重要的是，他们运用了这片土地赋予他们的最强大的武器——洪水。8月26日，阿尤布军队不仅切断了十字军的后勤路线，最致命的是，卡米尔下令打开了上游的大坝和水闸，瞬间，原本已经很高的尼罗河洪水在水闸的加持下
奔腾而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不是在打仗，这是在进行中世纪重甲越野挑战赛。原本还算能走的土地，瞬间变成了齐腰深的泥沼。图片 Image 13 PNG 就形象地展示了他们被洪水困住时的混乱和绝望。他们全副武装，重甲加身，但这在洪水和泥沼面前，不仅没有任何保护，反而成了最致命的负担。士兵们被洪水淹没，马匹陷入泥潭，疾病和饥饿像噩梦一样降临。他们完全被阿尤布军队包围，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就在这种时候，贝拉吉乌斯在干什么？他还在他的船上大喊：这一定也是上帝对你们的考验，上帝会变出更大的奇迹。但在洪水面前，奇迹并没有发生，他们连裤子都湿透了，更别提信念了。几天后，在彻底的绝望中，他们不得不向卡米尔投降。卡米尔并没有折磨他们，毕竟他是一个理性 wise 的君主，他知道他的国家也需要一个停火，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极其严厉但也算合理的条件：如果你们想活下来，必须立刻交还达米埃塔，释放所有阿尤布俘虏，并在未来的8年内不得进攻埃及。贝拉吉乌斯这一次没法再画大饼了，在洪水的洗礼下，他不得不接受教皇派来的红衣主教最丢脸的一幕，低头认输，并把自己亲手拒绝的达米埃塔给交了出去。当这群人两手空空地回到阿卡 A 克时，整个基督教世界彻底崩溃了。教皇听说明白了真相，那是气得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他能怎么办？他不能 blame 上帝，毕竟他是教皇。所以教皇和贝拉吉乌斯找到了一个完美的 blame object， 责怪对象，那个没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贝拉吉乌斯宣称，我们没跑偏，我们的计划是完美的。如果腓特烈能带着他宣誓的那支军队及时赶到，我们就能在拿到达米埃塔后迅速拿下开罗。所以这都怪腓特烈二世违背誓言。而腓特烈二世呢，他在忙着处理国内的政治危机，还要应付跟伦巴第联盟的斗争。他在忙着成为世界之旗 Stupor Mundi， 一个可以跟任何人谈判，包括苏丹卡米尔的开明皇帝。他知道第5次东征是一场不可理喻的神棍秀，他根本不想参加。他会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中东局势，在第6次东征中用谈判的方式拿下耶路撒冷。朋友们，第5次十字军东征就这样从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最后变成了一场因坏领导、坏战略、坏时机而发生的混乱灾难。他不仅 wasted 了难以计数的金钱和生命，更重要的是，他消耗了基督教世界最宝贵的东西、信念和威信。那我们可以从这次混乱中总结出什么？一、坏领导贝拉吉乌斯的绝对自信和军事盲目，是一个教科书式的外行指挥内行案例。他拒绝了卡米尔近在咫尺的耶路撒冷和平，不仅浪费了唯一的战胜机会，也让军队走向死磕埃及的深渊。二、神棍的傲慢将神圣和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是极其危险的。贝拉吉乌斯的傲慢不仅毁了约翰国王的军事建议，也毁了 Francis 修士建立的潜在和平基础。三、时机就是一切。盲目进军洪水期的尼罗河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战略失误，这也反映了这次东征的另一个特点：他们根本没有基本的科学和地理常识。四、信仰的消耗。
贝拉吉乌斯的所谓上帝旨意在洪水面前崩溃，让无数欧洲老百姓感到幻灭，不再相信教皇发动的神圣战争。这也间接导致了后来十字军运动的衰落和改革。第5次东征不是一场壮丽的失败，而是一场混乱的悲剧。他用他混乱的始末，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宏大梦想背后的荒谬现实。他告诉我们，信仰很重要，但理性和常识更重要。好的计划不仅要有宏大的目标，还要有配套的、合理的、能执行的战略。好了，这就是今天关于第5次十字军东征的故事。你是怎么看贝拉吉乌斯的？如果那个圣人没出现，你觉得结局会不同吗？如果你有关于这类混乱历史故事的奇思妙想，可以随时在评论区分享。Stay curious， 我是杨堂主。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或分享给你感兴趣的朋友。下期再见。